哎呀妈呀！妈呀！天哪！会不会太挤了？老板会不会太挤了？老板可能是会太挤了。老板坐这儿啊，这是努比诺。你说他不会骂我们吧？会吧？走，好期待 ！Oh my god！ 你们好，你们好，你们好，你们好。Hello， 姐。Landing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来自悦和娱乐的 Boyhood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Boyhood 梁诗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Boyhood 王母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Boyhood 的陈星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Boyhood 郭殿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Boyhood 的尹志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Boyhood 队长江欣欣，我担当是队长和 vocal， 我负责舞蹈，我负责 rap， 然后还有就是气氛。不行，憋不住，对不起，这不气氛就来了吗？这不气氛就来了吗？哇哦，好多人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 Snake。Baby， 要当 your flavor。未知的主场真的比较亮。来来。对，原能定义我的模样，打破确定框框，重新登场。我们4个就还都挺不一样的。我的特点可能是大家都觉得我年纪蛮大的，我是姐姐，成熟。那我可能就是比较幼稚小男孩，幼稚小男孩。都说完了，他是小男孩，我就是比较小女孩。对，我是同龄人。哇哦，好多人呢。我往哪坐啊？哪坐呀？按方位坐啊？不是。咋坐呀？随便坐吧，随便坐吧，随便坐吧。来，坐。坐过来了，坐过来了。后面那排也是，随便坐。哦，那等我坐后面。我们在后面，我们在后面，我们在后面。那我往后边去。再见。可以，来吧，就这儿了。来。哦，好的，我们站，我们旁听。那边空了一个位置。哎，我上。好，这样子就好了。哦，杜总是坐这儿是吗？面对面。啊！全程会很精彩哎！别 Q 我啊！别 Q 我啊！错了。我们这些就在旁边，好像坐后面好像好一点。你们坐直一点，把我们挡住。哎，你像他一样，他把那个调下去，你把它调下去，你在下面。哎呀，越来越矮，很有安全感。杜妈来了。来了，真来了。没有假的。你看有人。他就是狼来了，你待会儿多说几次，真来了。你在听那里，杜马来了。
龙玉竹，你在干嘛？他在问门口还有多久？要来了吗？来了，真的吗？你不要狼来了哈。真狼来了。哎呀，哇，杜妈好，杜妈好，杜妈好。杜妈好。这开会，老板的位置在哪？中间。啊。哎呀，老板这样说的。是不是可以坐下 ？Sit down, please. Sit down, please. 哎 ，What are you doing？ 好吧，坐吧。哎呀，需要自我介绍一下吗？公司的同事都认识是吧？都认识。他财务叫什么名字？姐姐。啊？春娇。姐姐好。姐姐好。你看，没有人知道。旁边那个小姑娘。姐姐。姐姐好。姐姐好。好呀，那我们就开会吧，好吧？现在的话是半年的汇报工作，那今天的话也把公司的各个部门都叫过来了，所以也是想看一下复盘一下这半年大家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情况，因为我需要让他们了解到，公司和外部真实的声音。就艺人的话，本来很多信息就比较闭塞嘛，那我是希望他们得多了解一点数字吧，多了解一些自身的情况，对他们发展有好处。好吧。好，没问题。是开过这种会吗？是很严肃吗？开过，以前也开过。可以开得很欢乐吗？如果数字好就欢乐呗，如果业绩好就欢乐呗，如果业绩不好的话，欢乐啥呀？好吧，行，那先从夏言开始吧。好。大家好，这里是乐华娱乐艺人开发管理部年终总结。你没事吧？你这人在还用 AI？不是 AI， 我自己录的音。2024年的6月30日，上半年共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约2300份初试资料，共101人进入我们的2轮视频面试，5人进入了3轮公示面试，最终无人可进入签约阶段。2024年上半年选拔活动结束后，我们通过落地、内部、艺考、赛事等选拔，共计见到4万人。沟通来京视讯人数共计40人，其中8人已经完成了我们的合同签署，最终来京视讯人数为22人。上半年签约人数比例为5000比1。第一次知道哇，去外面见了这么多小孩，就是感觉还挺幸运的。现在进入公司，就是比例都是什么5000比1之类的，就是其实发现就是进入公司确实蛮难的。其实一个具体的数字的话是不太能够明确的。这个是由孩子的质素、他的能力，以及包括说他的条件是否够优秀来决定。5000比1，基本上我们见5000个人里面才能选到1个人。所以在座的各位的话，我都觉得还是蛮幸运的，就说能加入乐华大家庭。陈信浩是怎么被选上的？就是缘分啊，就是在网上的照片被那个姐姐看到，然后就联系我。那你呢，梁诗雨？也是缘分。以前是学什么的？以前学武术，然后才练习过。武术你是运动员出身？对，运动员。第1名。全国初中冠军，中学生冠军。
好歹我们公司也有第1名。张信息呢？我是妍姐，去那个我家餐厅。他们家餐厅的那个爸爸，把他的那个照片，打印出来做成那个饼干的包装，然后说澳门少年张信息加油。我记得那个张信息第一次我见到的话，是我们当时是在百子湾，是，然后就发现哇，这个男生好高啊。那怎么让自己不要再长高？因为长得太高的话，可能跳起舞来就不好看了。就是以前经常喝牛奶，然后当训练生就不喝了。所以为了长高多喝牛奶，为了不长高少喝牛奶。对，没错。他当时还每天做深蹲啊。他还跟我一起做事。你1米几？你1米几？1米88。你呢？1米88。真实的。真实的。来，小白，你跟他比一下。来，小白，你跟他比一下。算了吧。小白是张浩脸比一下，看一下差距，看看上面的空气怎么样。这帽子是不是也有几公分？有，就是增加一点高度。汪慕清，我看一下，他有帽子。哎，去。张信息你也看一下吧。张信息，那你等一下。看杜妈今天心情还挺好，有说有笑的，就还挺好。都很松弛。对，都很松弛。你是练多长时间出道的？我3年半4年。4年才出道。那个郭殿甲练了多久？我来公司9年，然后9年了。对。你知道吗？就是说员工的话，如果10年的话，就是属于无固定劳动合约，马上都要无固定劳动合约。那比如说在你们团里面，你觉得谁的业务能力最好？舞蹈。舞蹈应该。您看我干啥？您别看我呀，我不行。我就想知道业务能力的话，是不是跟时间有关系的？是不是1万小时理论？那是不是练的时间长的话，你的业务能力就会更扎实一些？还是说真的是有天赋型的选手？我觉得是要看用心程度。要是我能1小时能够做出3小时的工作效率，那我肯定会选择1小时去完成。然后，那你是摸鱼的那种吗？我吗？我不是。那你是努力型的还是天赋型的？我觉得我也算是有天赋，也算是很幸运的。因为其实我算年纪很大来公司了。多大呀？大3的时候才来的。那觉得有点晚吗？别人郭殿甲12岁就来了。对，其实刚来的时候发现全是弟弟，然后根本就是找不出来比自己年纪大和相仿的人，所以完全就是很有压力的。其实当时一直在否定吧，但是他们都给我力量，然后也陪着我们一起到了出道那天，所以我觉得也挺值得的。挺不错的啊。所以我就觉得做艺人的话，它是一个信念感的东西。就很多时候的话，大家不能成功的话，可能你放弃的就是成功的前一天晚上。如果你自己都没有信心的话，那我觉得这个事情的话，一定是做不成的。自己相信的力量很重要。他一直在说，就是我相信你们，然后他又说什么要相信的力量。好，那我们这样聊完一轮以后，要不下一个汇报部门，商务经济部月亮。大家好，我是商务经济3部的月亮。王一博就别汇报了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对，因为我们整个的部门，不，我就觉得就这个都好，那我们就跳到最后的不维护的来吧，不维护的来吧。不是，我觉得没有对比就没伤害。是，我也这么想，所以。那
看一下。对，我们可以大概的看一下，开始吧。用一些简单的数据来看一下大家上半年的一些工作概况。在一博的部分有包括等在内的，就不要说个数了。好的，等。然后追风者也是在今年热度破万的谍战剧。同时，《维和防暴队》也在今年上半年上映了，累计票房也超过了5亿。然后同时呢，有一些演出的活动，以及下半年它还是会发行新歌，以及做个人演唱会的筹备。上半年文翰的部分有3部影视剧、2部综艺以及10场演出。承销的部分，我们上半年特邀出演的《言心计》也已经上映了，同时它手上有3部待播的作品。就是很清楚的看到他们的业绩之后，就觉得啊，还是没有对比没有伤害，就是也会期待之后自己会变成那样吧，然后也会有压力。轩怡上半年共有《城市捉迷藏》《战士巅峰3》《大热门来了》《你好星期六》以及《猫晚来了》多档综艺的录制。黄明昊的部分比较重要的是，他有2部电影的上映，分别是《默杀》和《沙漏》。默杀看了吗？默杀看了吗？看了举手。哎，看，好看吗？好看，好看。他们是唯二的，就是今年的话，暑期档只有2部片子，可能在市场上是赚钱的，一个抓娃娃，一个默杀。下面是 ZB One。ZB One 呢，主要是张浩在今年有2个代言的合作在国内，然后同时我们也拍摄了时装2月刊的封面，而且在开售24小时之内就已经销售额达到了900万。然后 Ricky 拍摄了《费加罗男士》7月刊的封面，以及韩维辰拍摄了《小司 Chick》7月刊的封面。上半年我们有2个，这是国内的啊，对，这是在国内的部分，不包括海外的啊。是的，他们现在的话，大概从9月份开始就世界巡演了，很红的，很红的。然后最后呢，我想说一下不会护的。不会护的放到最后，是因为想要借助这样的数据，然后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不会护的这半年以来的一些工作的状况、发展以及和问题。我想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，看看我与世界的差距。其实上半年不会护的整个的行程是相对紧凑的。然后啥呀？你看看，我们才几场活动。我们参与了东方卫视的跨年晚会、东方卫视的春晚一些大型的晚会活动，同时呢，我们也作为表演嘉宾，在这就是街舞6总决赛以及 TMEA 腾讯音乐娱乐盛典上拥有了自己的舞台。然后同时在4月6号，我们发行了第2张 EP Vacation。在 Vacation 的部分，我们做了一个全国的巡回签售，目前在北京、武汉、扬州、杭州等地都已经。等是哪几个等？因为北京做了好几场。北京确实做了很多场。很多场是几场？3场。我就觉得，就以后的这个汇报啊，用确切的数字，千万别等，等都看不出来了。好的。同时，因为结合了 Vacation 这样子的一个主题，我们也参与到了环球影城春日派对、北京欢乐谷的超级儿童节以及居庸关夜长城嘉年华等多场。等是什么？多场是多少？以后汇报千万别用这个数字啊！好的，这太可怕了。就是看到对面的工作人员，这个姐姐们，也感觉在老板面前一下子也都变得非常的害羞，大家都是打工人看脸色行事那种感觉。好的。然后，在 Vacation 一下，我们今年拥有了自己的巡回的 Fan Meeting。数据统计上面来说，我们上半年一共有18场的演出。有18场吗？有18场吗？有18场。那收入怎么不见涨啊？是吧？其实以上就是我们这。龙奈呢？龙奈是没工作吗？都不值得去复盘。那龙奈自己总结一下，你们做了多少？出席了中国品牌日，品牌日去了趟香港做签售，然后签售2场吧，2场，然后我们去了常州做音乐节。你把那 PPT 补一下吧。好的，看到就公司的师兄们、师姐们的工作和看到自己的工作，
觉得有差距吗？天差地别。是觉得自己也挺忙的。对，但是不知道在忙什么。怎么不知道啊？不是18场演出吗？很多了。但是这就是成功前的前一天晚上。对。还是不够。啊，是吗？嗯，我觉得前1个月的晚上。哎，不，就前2天，快了。name， 你们慌吗？你们慌吗？挺慌的，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会觉得，有一点努力没有，不知道怎么去努力的感觉，因为就是我们4个人也是，停了很久没有发新歌，然后这次终于荣幸去到海外，然后才会放下一点点心，想要就是找到一个方向去努力了的感觉。但是啊，就是说公司花了很多钱让你去海外去做歌、发专辑，结果的话，可能你的新歌同时在线收听的话，可能也就几个人或者10几个人。但是就是我们就像抓到一个东西能去展现了的感觉，就想抓住每一个机会吧，然后也是一个能让大家重新认识我们的机会吧。然后这次专辑也挺努力的在准备。娱乐圈谁不努力？是都努力。谁不努力？我不知道，就是说夏颖，我不知道你努不努力？努力啊。财务呢？非常。做了多少年？做了6、7年了。7年都在考试。考了多少证呢？考了综合过了，现在还差专业。还差专业。那自己对自己的未来的期许呢？期许就是好好工作。有没有对薪水的一个目标，或者说对自己的？有吧，一开始有，现在都有点看淡了。为什么呢？一开始是觉得哇，来北京了，可能就是很好赚钱的样子，但是后来发现不是。现在环境也不太好。薪水呢？方便透露吗？方便。觉得苦吗？还好，很快乐。快乐？为什么快乐？就只剩快乐了。我觉得有快乐也挺好啊。有快乐就够了。姐可能本来觉得自己赚的少，然后边算边说，哎，你也没赚多少，然后就开心。可能看到我们的那个工资表，心里面有了一些安慰。哎，我跟你讲，你们工资算是挺高的了哦。完了，挺高的了。完了，我就不应该讲话。大宝以前是在杰哥公司的啊，所以 Name 的每次张杰的演唱会的话，都是大宝去问别人要的票吧？是。我们去看了2年了，都在鸟巢看的。蹭了2年也好意思吗？哎，很荣幸，很荣幸。对啊，得自己买票啊，不能老是要公关票啊。前2天的话，我去看张杰演唱会。我看完以后，我很感慨啊，就觉得他们靠努力，从一个小城镇来，一步一步坚持20年走到今天。其实实际上，所有的刚出职场的都会挺辛苦的。那我觉得你们的话，当然很辛苦啊，因为之前的话，很长一段时间的话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道，它是一个未知数。但是很多人出完道以后，就会发现，跟我想象中完全不一样。就以前的话，没出道的话，你还有个信念感，就是说我一定要出道，我一定要出道。但是现实的话，就会很骨感。可能出道以后，反而变成失业了，变成在家，变成抠脚。有没有这种感觉？好呀，那个财务部吧，好吧。宣传要不要先讲？财务吧，先宣传先讲吧。好啊，财务最后收官。行，好的。首先呢是2024上半年的各个平台的热度汇总。这一块呢，我们的主力是王一博老师和杜总。哦，我还上主榜17个。对，您那个热度很高的顶流。哎呀，原来那么有商业价值。然后我们作为新人这一块的话，也是会鼓励大家更多的去营业吧，希望大家可以早日到达 Top 200。现在是 Top 几百？Top 0。
什么叫没有在人家那个榜单里面啊？201。哦，都可以忽略不计，别人都对你们没有 KPI。明天上榜，明天上榜。错了。最近几个月吧，几个新人团体在抖音这一块的拍摄其实是非常多的。现在其实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，我们每次都是拍的是别人的热点或者别人的热门，但我们自己怎么能够引领这个热门呢？其实是我们就是这个就快宣传。对，是的，是我们对，还有那个视频部门，然后包括我们的艺人朋友们也自己可以想一下，怎么样能去引领一个短视频的一个拍摄方式的潮流，就得带脑子上班。这个的话，整个的宣发，说实话我是不太满意的，我觉得做的不好。我们吸取经验，没有经验，没有下一次。好的。那就是对，那就下一页。艺人的营业积极性，大家其实在营业上的主动性是。我不这么认为哦。我觉得很多人都特别喜欢营业，只是你的组做的不好，仅此而已。我的组做的挺好的。好啥呀？好了才8万8的8。我们就是继续努力。好。确实是在宣传部门，我是不满意的。因为我觉得你们没有走到艺人前面，自己的话知识领域就是不够多，所以对于这个东西的话，你们还自己觉得洋洋得意。内幕的话，我就是不满意的呀。你的这短视频1周才更多少次？1次、2次，而且你们每天说自己忙得要死，你们在忙什么东西？每个人都很忙很累，但问题是你今天学到本事是不是积蓄在自己身上的？你学的本事没长到我杜华身上，对不对？所以很多时候的话，去抱怨外界的，别人的问题，这个说什么我司艺人不太爱营业，导致物料较为缺少。Justin 物料少吗？Justin 和轩怡他们做的对啊，所以别人就是头部的呀。对，别人在市场上的话就有竞争力啊，对吧？而且以后的话，我觉得整个的社会的话，人人都是一个自媒体时代，所以每个人都是一个自我 IP 的一个打造。如果你自己都不去为自己的事情上心的话，谁能帮你们？是不是这个道理？我之前在重庆的时候跟一个大经纪人我们在聊嘛，他是说对于现在的艺人来讲的话，有时候的话我觉得是很失望的。失望在于你们自己都不够主动，然后来到公司说，哎呀，杜妈，我已经半年没进剧组了，你这半年在家干嘛呢？有看片子吗？有拉片单吗？有看别人表演吗？有自己有去学习吗？没有啊。那你这半年在家干嘛？你耗费的不是自己的青春和时间吗？在这个行业安身立命，我觉得最重要是什么？是你本身的业务能力是否够强。你们在台上的话，是否唱跳的时候，是否能让下面的观众跟你一起，还一起情绪共鸣？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。包括我这次在 TME 的活动上面，我也看了 Boyhood 的表演，我也看了 JB1 的表演。但我想告诉你们 ，JB1 确实比你们好，舞台感染力比你们强。所以就是说，除了你们本身以外，我觉得你们自己不爱营业，就你必须得去自己的话去突破自己的一些领域，需要不断的去学习。
技多不压身，你学的东西越多的话，你拿出来的亮出来的本事就越多了。我最近就是说我也在复盘嘛，内幕的话，在做内幕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也是有摇摆的。为什么7个人会变成4个人？首先的话，我觉得是本身7个人的话，我觉得也有不和谐的声音传到我的耳朵里面。第二部分的话，让你们去女团养猪这个事情的话，确实我也是有做错的地方。让你们去吃苦，对你们的人生的话是否有积极的作用？我自己在反省的时候，我觉得是一个失败的案例吧。对于女团的定位的话，我觉得是不相匹配的。然后第二部分扩大群众的影响力的话，也没有那么大的帮助。但好处来讲的话，我是在你们架农场养猪的那个过程中，我看到你们身上的每个人的优点，你们一直坚持下来了，让我还蛮感动的。难熬的时候证明要进步了，希望我们能早日独立行走，证明一下自己也是可以独当一面的。觉得你们很棒。所以我还是这一次的话，花了大量的金钱、时间成本的话，让你们去海外做专辑，是因为你们给了我信心，爆款永远在下一个。而且就是说，我觉得不进则退，你就是得拼命的去跑。发展方向是确定了的，就是说你要不要成为一个好的艺人，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。杜妈给我们分享的所有的东西都还其实蛮宝贵的，就更加的觉得自己有被感染到，然后你会觉得要去拼搏。那刚刚宣传部门说完了，那我觉得最后一个部门吧，就财务部门，好吧？好，现在财务部以数据角度分析一下上半年艺人的业绩完成情况，然后我们是按照艺人的贡献金额做了一个排序。第一档就是王一博，他的那个完成率就是比较稳定，去年上半年跟今年上半年都超过了70%。黄明昊就是虽然上半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剧组里面，但是今年的业绩完成率也是提升了很多。朱正廷的话就是完成率也是超过了50%。第二档就是西哥，完成率有所上升，但是还是没有超过50%。杜总的完成率算是艺人中的第2名。你看我完成率多高，76%。我是公司最勤奋的人。然后黄欣纯就是完成率有所上升。黄欣纯今年的话进步好大的，就确实是也是很努力的。美琪就是今年的完成率有所下降。奥利是因为今年3月新出道的艺人，然后完成到现在也是因为参加了很多的综艺。这些就是往后面就倒数第几名的艺人了啊。然后张浩脸就是今年参加了2档 TVB 的活动。张浩脸，知道你的这个收入是多少钱吗？哪一些 ？total 加起来不知道，几万块钱吧，而且整个妆发的话是亏损的。然后江西西就是今年有几个个人的活动，就是说那还有一些没有个人数字的收入几乎是为零的。所以这个市场就是很残忍的，就是说你头部通吃的一个原则，可能10%、20%，可能占80%的市场。我说实话，刚到公司，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其实没什么感觉，我就想好，就是我把我们团的这些东西做好就好，因为他们也是经过了很长一段的时间的沉淀，我们只是可能才刚起步，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不重要，就是在现在这个阶段，我们能把我们该做的做好就好，然后其他的事情就交给时间。不外乎的是完成的稍微高了一点点，
然后但是完成率也是不是很高。不是播户的，我得表扬一下。就是说这个数字的话，是因为我去年给你们设置的 KPI 是比较低的一个，今年的话就是说设置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一个数字啊。哦。然后内幕的话是对比去年的话完成率有所上升，就是以商演和演出为主。那是因为我把你们今年的 KPI 调低了，所以数字上升了。我就说没事。你不要了。什么意思？我说出了那么多场巡演，为什么还一点钱没赚？很多人就说为什么杜总经常上通告，然后通告比你们旗下艺人还多。其实说实话，客观一点讲，我也不太想上通告。你比如说像 Name， 之前的话像王牌对王牌，他们之前邀请过我很多次，我都没有去嘛。然后后来的话是经纪人苏苏又跟我发了一条微信，发了特别长的，中间一句话就是说杜总，我请求你帮 Name。啊，说完那句话以后，我就心里就特别难受啊，我就觉得，唉，对我来讲，我是不情愿做这个事情，但是我又想帮你们，就其实也有点小失落，感觉自己没有那种独当一面的能力吧。然后也蛮感谢他的吧，因为杜妈自己也说，其实他很多时候不是那么的希望去露面，其实他说就为了帮我们，他是觉得也是 OK 的，也蛮感谢他。做艺人经纪就是这样的，就是说艺人在小的时候就是需要宣传、经纪或者我一个一个去求，给你们机会，但求过来机会以后，我发现你们不去珍惜的时候，或者说确实就做得不到位的时候，我是很难过的。所以比如就像你们龙奶本来是9个人，现在变成8个人，为什么变成8个人呢？那不就是对吧？奥利为什么被暂停工作？那我觉得他最大问题就是说，因为录某档综艺节目嘛，所以我觉得他整个心态是垮的。但后来的话，他也过来就是跟我聊过嘛，而且我会去引导他，我还怕他抑郁或者 emo。我觉得就是说，在综艺节目里面被骂这个事情，我觉得每个人都会，我也被骂的要死要活。就艺人的，我觉得心理的话，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，特别是对我们这种面对公众的，就你的心理问题怎么去解决，你能不能自洽很重要。我不知道，就是说在座各位还有没有被骂的？有被骂过吗？被骂挺多的。现在还没机会是吧？不是，就也被骂，但我一直都不太往心里去，因为我觉得就是你也没法控制别人说什么。但梁世玉，我是有时候我也想骂你，你知道我为什么想骂你吗？为什么？你什么时候被我骂过？就机场那个。机场怎么了？就有点小邋遢。小邋遢是吧？您点播2句之后，不稍微的。对啊。那个，哎，王母亲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说你吗？为什么？机场啊，机场那次嘛，有一次机场我背了一个双肩包，穿搭太像小学生了，然后第2天我就马上买了一个包，买了个什么单肩包？对，买了一个单肩包。其实我是想让你不要背包啊，不要背包。他现在是不背了，他把信都放在我包里了。对，就直接避免到这个问题。对，就是有时候的话，我可能会看你们的细节啊，因为你们本身的话曝光的机会没那么多啊，所以我希望你们每次出来的话，至少清清爽爽、干干净净吧。我确实是不能忍受特别邋里邋遢的人，所以骂的还是在理啊。虚心接受，虚心接受，也一直在研究，稍微超过了一点店家。我谢谢你把我说出来。店家，你至少被我 Q 过几次啊？我不知道了，数不清了，怎么？被扣了多少钱呢？
扣了500，被扣了多少钱500， 500块钱是吧？汪梦清被扣了吗？我还没有，我还有拯救的机会，我现在。啊，那梁世玉呢？我再一次就该差不多了。目前场内唯一一个就是我。嗯。好呀，那今天的话，反正大家也聊了这么多，那我们就到此结束吧，好吧？谢谢大家，辛苦，大家越努力越幸运啊！谢谢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我还挺期待的，没跟杜妈这个点儿聊过天儿。10点半了。嗨，老李啊，杜妈好，杜妈好。哇，你头发怎么那么长？不是，最近长长了。赶紧去剪啊，太长了。前段时间的话，你也因为情绪的问题，然后有一些负面的情绪，自己 emo。那你自己录完节目以后，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？我觉得就是想的太简单了，我就已经忽略了就是它是一个综艺节目这一点，我就是把它当一个游戏去玩了。然后很多时候情绪控制问题，然后人情世故方面，然后情商方面、意商方面，与前辈们去沟通的时候，就是没有摆正自己的，就是自己的位置吧。就是很多时候就是玩游戏，就是可能说话不太礼貌。通过这些事情，然后我自己做了一些错的事情，其实我也认识到了很多东西都是我的问题，所以我会积极的去改正。就是作为18岁，我觉得每个人都会犯错误，但是你已经步入社会了，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去买单的。首先的话，我觉得是这样啊，就是说，是你自己得想明白，作为公众人物的话，你就是会被大家审视，你的很多的言行举止小的问题的话，就是会被大家放大化去看。你在综艺节目里面的话，可能大家骂你背刺呀，是说不知道人情世故，对吧？但如果你是作为普通人的话，可能大家都无所谓嘛，不就这个道理吗？就是说你自己就得自己去反思，自己去想明白这个事情。哦。好吧，我就先撤了，好吧。奥利的话，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苗子，而且一直我都挺看好他的。但是因为他比较年轻一点，才18岁，那很多东西的话，我觉得他是需要去学习的。我看这么多人骂我，我就开始去反省自己，我觉得我肯定有问题，我自身肯定是有问题的，要不然不可能这么多人骂我，对吧？然后就反省，然后就想不到我到底哪里做错了，然后大半夜睡不着，就一直在想我到底做错啥了，然后越想越想不明白，我就打开继续看，我想通过看他们骂我来找到答案，就是会进入一个死循环，就是你看了你会觉得，但我没有这样的问题啊，但是我觉得我肯定是有一定的问题，要不然不会这样，然后我就看想不到了我就看烦了我就想，就是会这样一直循环下去，然后呢就慢慢感觉自己要疯了。我是什么？哎呦，太难说，太抽象了，这个东西就是，哎呦，我这有相机，我真的啥都不想说了。我觉得这个反正是让我成长了很多。首先是看清了，很多太阳天呢，它背后都藏着一个暴风雨。很多暴风雨它都是一种必经之路。这种暴风雨来临的时候，有些时候你不用去防避它，你就接受它就好了。我觉得我很幸运，
能在这个年纪成长这么多，然后也很感谢哪一个帮助我成长的人，好好的努力努力。我相信未来自己会特别好，也知道现在的自己需要踏踏实实的走好每一步，所以多多期待未来的奥利吧。现在的小朋友成长的环境各方面会比较好一点，但是 NAME 和 Boyhood 他们真的很刻苦，值得被更多人喜欢和更多人知道了解他们。